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相信很多台湾球迷看完之后心情都相当复杂。那就是在2026年6月9日，效力于休士顿太空人的邓凯威在客场挑战洛杉矶天使的先发表现。这场比赛赛前其实大家期待感很高，因为太空人正处于一波客场3连胜，而邓凯威在5月赛表现又非常出色。没想到这场比赛最终是以1-10惨败，邓凯威仅仅投了4局就失掉7分，其中5分是自责分。这场比赛被媒体形容为核爆，也终止了球队的连胜。确实，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邓凯威这次的投球表现确实让很多球迷感到意外，尤其是跟他5月那种统治级的表现相比，落差真的很大。在我们深入拆解这场比赛的技术细节之前，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还有，跟大家分享，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带走喜欢的商品，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好啦，回到比赛现场，其实在开赛前，休士顿太空人的处境就挺微妙的。虽然有连胜，但他们的先发轮值因为伤兵问题变得很吃紧，像是原本的王牌 Hunter Brown 还在伤兵名单里，预计要到6月中才能归队。这让邓凯威这些年轻投手背负了很大的吃局数压力。说到压力，第一局的状况真的让人看了很心急。面对洛杉矶天使的第一棒 Zach Neto， 邓凯威就展现出控球上的挣扎，直接投出了4坏球保送。在现代棒球数据里，手举手打起的保送通常是个很不好的讯号。虽然他随后用刚猛的速球3球3振了正处于大低潮的传奇球星 Mike Trout， 那几颗速球的转速都来到2400转以上，看起来威力还在。但紧接着面对 Wade Meckler 时，明明制造了一个平凡的2垒管地球，却因为游击手 Jeremy Pena 在转传时发生失误，没能完成双杀。在那个时间点，如果 Jeremy Pena 顺利完成双杀，邓凯威就能带着2出局无人的状态轻松面对后面的打者。但失误发生后，局面变成了2垒有人，邓凯威的心理状态明显受到了波及。他随后又保送了 Joe Adell， 搞成了满垒。在极度高压的情况下，他面对 Nolan Schanuel 投出了一个失控的球，直接砸在人家的后腿上，造成触身球保送，送给天使队1分。接着 Oswald Peraza 击出滚地球，虽然避开了双杀，但又送回1分。第一局最令人惊讶的是，洛杉矶天使竟然在1支安打都没打出来的情况下，就拿到了2分。这对于先发投手来说，那种无力感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可以说直接埋下了第2局崩盘的伏笔。结果到了第2局，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演变成了真正的灾难。虽然他一上来3振了 Jose Siri， 但接着被 Sebastian Rivero 敲出安打，然后又是对 Zach Neto 投出这场比赛第2次的触身球。这种连环的控球失准，让刚中段连续22个打数无安打纪录的 Mike Trout 抓到机会，敲出穿越安打，形成满垒。接着面对 Wade Meckler 时，邓凯威投出一颗转速、下坠角度都很漂亮的伸卡球，结果却被对方推向左外野，变成2分打点的2垒安打。为什么数据看起来不错的球，在那个当下却会被对方打得这么结实？根据 StatCast 的进阶数据，邓凯威那一记伸卡球球速高达 94.2 英里，垂直位移跟水平位移都是大联盟顶尖水准。但在那一局，洛杉矶天使的打者明显采取了放掉变化球，专攻速球的策略。因为邓凯威当天的招牌武器 Sweeper 横扫球完全投不进好球带，打者知道他为了抢好球数，一定得把速球塞进来。当打者预期你会投速球，而且进垒点又偏向中路的时候，即便球速再快，位移再大，也很难逃过被重击的命运。后面的 Joe Adell 又补上一支车步边的2垒安打，比数瞬间拉开到6-0。那一局，邓凯威一口气失掉5分，比赛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定掉了。
看数据图表真的很有趣。邓凯威这场比赛虽然崩盘，但他的 sweeper 转速其实还是维持在2600到2800转左右，这在全联盟都是非常优异的水准。可是为什么在5月份能让打者频频挥空的球，到了6月这几场比赛，尤其是对天使这场，却完全失去了引诱力？难道是大联盟的打者已经对这颗好像会从眼前消失的球路产生免疫力了吗？我觉得免疫可能太过头，但适应是绝对有的。大联盟的情搜部门非常可靠，他们会分析投手在不同球数下的惯性。这场比赛，邓凯威最大的问题在于总 percent 只有41%，也就是说，有将近60%的球都落在好球带之外。当他的 sweeper 频频提早落地，或是横移幅度大到完全不具备引诱性时，洛杉矶天使的打者就学聪明了，他们只要看到 sweeper 的轨迹，就干脆不出棒，这让邓凯威陷入了球数落后的死胡同。当你不得不投速球来抢好球时，你就成了打者的盘中孙。这场比赛，天使队全场击出了10颗击球初速超过95英里的强击球，这反映出邓凯威的球路共轨效应在那天完全失效，打者一眼就能分辨出球种。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有一点点正面的地方。他在经历了前2局失7分的惨况后，竟然还能撑完第3局跟第4局，而且这2局都没有再失分。特别是第3局，他找回了 sweeper 的部分控制力，让 Mike Trout 击出滚地球出局，完成了一个无失分半局。在这种心理近乎崩溃的状态下，还能想办法调整配球，多吃了2局来保护牛棚。总教练 Joe Espada 赛后特别提到了韧性这个词。在职业棒球的世界里，先发投手如果2局就被打退场，对后续牛棚的消耗是非常恐怖的。邓凯威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放弃，他主动跟捕手沟通，增加了曲球跟变速球的比例，试图用速差来干扰打者，这展现了他的局间调整能力。虽然最后用了93颗球，只投完4局，效率不下好，但在先发轮值残缺的现状下，这2局的止血对球队是有实质贡献的。Joe Espada 也说，这显然不是他最好的表现，但他在逆境中的态度是教练团想看到的。提到技术层面，邓凯威赛后自我检讨说，他找不到放球点，而且因为心态越丢越急，导致动作上有点赶。当一个投手动作变急，对他的动力链传导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为什么这会导致他原本稳定的放球点突然消失不见，甚至出现2次触身球这种极端的控球失误？当投手心里急躁时，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下半身与上半身脱节。邓凯威在那一天可能因为太想修正控球，导致左腿跨步过走落地，这时候上半身的旋转还没跟上。为了补偿这个时间差，手臂会被迫用甩的方式去赶上节奏，放球点就会变得很低且不稳定，球容易偏向手臂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砸到右打者的内侧，或是 sweeper 频频挖地瓜。当你的动力链断裂，你就无法精准控制球的出手瞬间，所有的进阶数据如转速、位移，在那一刻都救不了你，因为球根本投不进你想要的位置。这也让我想到他5月份的巅峰期，当时他的出手点跟手臂速度被教练团调整得非常一致，让 sweeper 跟速球看起来一模一样。但这场比赛，媒体跟球评似乎觉得他有 tipping pitches 的嫌疑，也就是说，打者可能透过他的微小动作差异，提前预判了球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对一个2年级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门槛。在 Hunter Brown 即将归队的情况下，邓凯威在轮值中的位置是不是变得有点危险？目前的处境确实有点尴尬。6月份他的单月防御率飙升到 9.00， 连续2场先发都被震撼教育。媒体的评论确实比较残酷，很多人都在讨论他是否该被移回牛棚，甚至是下放到3A 进行机制重整。毕竟大联盟是一个看结果的地方，当对手已经研究透彻你的配球模式，如果你不能开发出新的应对方式，或是提高第一球好球率，你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压缩。不过，由于休斯顿太空人目前的伤兵情况还是不明朗，他应该还会有至少1-2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说到心理素质，我觉得邓凯威在赛后的访谈表现得很成熟。他没有怪罪 Jeremy Pena 或 Isaac Paredes 的守备失误，而是直接坦诚自己因为 sweeper 投不进去而导致心理急躁。
这种对自我状态的敏锐感知，其实是成为顶尖投手的必经之路。很多投手在崩盘后会找借口，但他选择直视自己的问题。这场比赛他频频陷入球数落后，这等于是把主导权交给打者。他必须证明他的 sweeper 即使不掉进土里，也能在好球带边缘骗到打者，或是用更有效的深卡球制造早期的出局数。如果他只能依赖 sweeper 跟速球的共轨，一旦其中一个失灵，他就没戏仓了。增加配球的多样性，并且在压力下保持动作的完整性，是他突破新秀撞墙期的试金石。如果他能跨过这关，他会变得更强大。如果不行，那他在大联盟的路可能会走得比较辛苦一些。听完这些分析，真的觉得大联盟的世界既迷人又残酷。邓凯威这场核爆之役，虽然数据上很难看，但从中暴露出的技术与心理问题，或许正是他职业生涯迈向成熟的重要养分。我们也希望这位台湾右投能像 Joe Espada 所说的，带着那份韧性，在下一场比赛重新擦亮他的招牌 sweeper。今天的野球特报就聊到这边。这场比赛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球，或是哪一个瞬间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分享给更多热爱棒球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